沧海船完美收官，主演全员翻红，肖战再度上热搜。沧海船作为近期大热剧集，一经播出便引发了不小的波澜。剧中的演员们可谓个个爆红，甚至一些原本名不见经传的小角色也凭此剧一跃而上。然而，在片辉煌的光环背后，男主肖战的表现却成为了众矢之的，遭遇了网友的猛烈批评。这部剧虽然阵容豪华，男女主角的表演可圈可点，但肖战的演技却未能让人满意。作为主演，他的表现频被指责为木头人式的生硬，眼神空洞，缺乏情感波动。尤其是在一场回忆家人被杀的戏份中，肖战只是苦着脸挤出几滴眼泪，难以让人感同身受。与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姜瑞林和钟汉良，他们的演技让肖战的短板愈加明显。尤其是姜瑞林的小脏海一出场便惊艳全场，眼神中的警觉和恐惧拿捏得恰到好处，甚至让网友纷纷表示小演员演技吊打主角。此外，肖战的外貌也成为了观众热议的焦点。作为复仇的世子沧海，肖战的精致面容和纤细身形并未能展现出这一角色应有的硬朗气质，反而让人觉得他更像是一个乞丐，与大侠形象大相径庭。有观众甚至拿他在《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中的郭靖造型做比较，认为他的硬汉形象始终无法突破，演技依旧停留在瞪眼皱眉的套路中。然而，除了肖战，剧中其他演员的表现则大放异彩。张婧仪饰演的女主香岸图不仅展现了爆表的武力值，还成功打破了古装剧中柔弱女性的固有印象。她的武打戏干净利落，性格复杂，展现了扎实的演技，成为了剧中一大亮点。黄觉饰演的平津侯同样不容忽视，这一大反派角色演绎的既深刻又有层次，给观众带来了强烈的情感冲击。黄觉的表演也成为了该剧的另一高光点，不仅展现了反派角色的复杂性，还凭借一张巨抛脸，成功让观众看到了他更多的演技可能性。钟汉良和姜瑞林也不负众望，虽戏份不多，但每次出场都让人印象深刻。钟汉良演绎的痛失女儿后的悲舞，情感充沛，眼神的绝望传递了无尽的痛苦。姜瑞林的小脏海则以其机灵和真实的表现赢得了观众的高度赞扬。尽管如此，沧海船的整体质量却让不少观众感到失望。作为央视重点推介的剧集，开播前的宣传造势可谓铺天盖地，然而剧集的实际呈现却未能达到预期的水准。特效粗糙，武打戏显得软弱无力，完全未能体现出该剧应有的气势。剪辑混乱，剧情跳跃不定，许多情节的处理也显得毫无逻辑。而新人导演曹艺文的掌控力不足，导致整体节奏生涩，角色塑造也缺乏深度。这种情形让许多观众发出失望的叹息，认为这部剧的质量与郑晓龙的《甄嬛传》相差甚远，甚至有网友调侃导演怕是挂名而已。更令人堪忧的是，沧海船的制作质量与剧情问题也反映了当前国产剧的一大问题：流量明星主导，老戏骨配角，而剧本和制作却无法跟上。观众不是傻子，光靠粉丝的加持也无法掩盖剧集的硬伤。最终，这也导致了沧海船口碑的崩盘，收视率暴跌，成为流量与演技不匹配的典型案例。尽管如此，剧中的配角们如黄觉、张婧仪、钟汉良等，依然凭借着精彩的演技赢得了观众的认可，也借此获得了更多的曝光机会。未来的演艺之路必定会更加光明。《沧海传》终于追完了，昨天花了24块钱，所以今天忍不住想聊聊一些我的看法啊。这部剧为什么好看？一个是剧情跌宕起伏，反转再反转，演员的演技好，主要是肖战和张婧仪，我都是第一次看。不光是肖战的演技非常好，张婧仪演的也非常的好，还有周琦，我也是非常欣赏，都是刷新了我对他们演技的这种看法。不知道怎么说，感觉导演这次选角色选对了，不知道用什么词儿形容，就是感觉很舒服吧。尤其他们几个人的这种哭戏非常有感染力。我看的比较浅，我只是觉得一个演员的哭戏如果能感染人的话，他就是一个好演员。还有其他的演员啊，每个角色都非常的饱满。
反派也非常的出彩，不愧是郑晓龙导演导的戏，大家可以参考以前《甄嬛传》里面的反派都非常出彩。不知道有多少人看到平津侯下线被儿子杀死那场戏，有多少人跟这样一个反派去共情了，反正我已经共情了。还有一个好看的点在于，所有的反派的智商都非常在线。除了庄如隐啊，一个纯武将可能的确不太适合这个官场的权谋斗争。从头到尾，藏海真正拿捏住的可能也只有他了。其他的反派也都是被自己权力的欲望所杀死的。而且必须客观的说，如果没有鬼喜，藏海可能永远也报不了仇，而且早就被杀了。尤其是赵炳文这个角色，藏海这一套权谋术根本就拿捏不了他，智商绝对是在线的。而且他最后的死也是被自己的欲望吞噬的，并不是真正的死于藏海的手里。还有就是这部剧的一个主题吧，因果循环，因果报应。藏海辞官之后，看到另一个自己走向城门，然后还有加上庄之行站在平津侯府的门口，和新皇帝让藏海陪他一起下完这一局棋再走，其实都预示着这盘棋已经结束了，下一盘棋局重新开始。好多人拿这部剧和《琅琊榜》去比，我觉得没有什么可比较的，完全不同的两部剧，不要拉踩，其实都非常好看。虽然都是复仇的故事，但是不一样。梅长苏拿到的是一个满级的剧本，有资源，有人脉，他是那种布控全局，那种以他为主导的搅弄风云的那种角色。他的复仇依托在赤焰军绝对正义的情况下，而且过程并不难，难的是他要的那个结果。他要什么呢？他要皇上承认自己的错误，要帮赤焰冤魂洗脱冤屈。他挑战的是让整个的皇权完成一个自我纠错，这个就太难了。这个我甚至认为他比号令江湖，然后揭竿起义，推翻整个皇权，我感觉比这个都难。但是藏海就像一个办了首充的一个新号一样，更像是一个孤勇者在权力的泥潭中慢慢的摸索出来一条生路。任何事情都要亲力亲为，要忍，要装，要算计，要骗，还要有运气，必须得步步为营，而且还要和老天在赌九死一生的这种剧本。他的剧本要难太多了，他不光是结果很难，他这个过程更难，一不小心就会被别人害死，而且还要经历各种的欺骗、背叛，被别人牵着鼻子走。所以不一样，这两个剧的爽点不一样，都挺好看的，所以不要拉踩，也不要比较，因为一比较就要比出一个高低，这两个没法比较。剧看完了吧，我看网上都在分析这个剧情，我也是胡乱的分析几个点，纯个人观点，说的不好千万不要喷我。我是觉得如果有第二部，庄二绝对是一个最大的反派，我觉得他是这部剧里最冷酷无情，而且根据局势变化杀伐果断的这么一个人，绝对比他爹有脑子。这个人为了达到目的可以反复横跳，而且我认为他爹在造反的时候，他去杀他爹就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了。那集我记得是28集吧，他爹正在造反，他骑着马拿着蓝永吉的人头。当时我就有点纳闷，因为整部剧里面他几乎所有的跟别人打架的戏都是需要别人的帮忙才能赢，他的武功并不是很高，所以我认为从那时起就有人在帮他。在我看完整部剧之后，我知道了赵是整个剧里面最大的反派之后，再回过头你看这场戏，他把他爹杀了之后，平息了这场叛乱，在皇上面前十个老说此子杀伐果断，让皇上马上杀掉他，不能留他。曹公公说的是也是说要杀了他，但是要留个全尸。这时候你看只有赵在替他求情，再结合最后他和赵在边关，赵给他封了大将军，两个人再次联手，就不免让人高度怀疑这两个人早就勾结在一块儿了。这是我只是一个推测啊，他这个人始终站在这些势力中间游走，而且他说的话也从来都是半真半假，而且从全剧看只有他最后得偿所愿了，扫清了一切的障碍，拜将封侯。而且他爹在监狱里的时候说出那句不愧是我的好儿子，从一些表情看出来有一些复杂，因为他知道了他的儿子不光骗了藏海也骗了他，所以这个人肯定是一个狠角色。第二就是高明到底有没有死。最后六叔师傅在高明的坟前给他上坟的时候说，你用高明这个身份已经活了10多年了，但是我认为高明这个名字是假名字，他的坟也可以是假坟，他的死也可以是假死。其实导演我觉得在这里就算是一个留白吧，设置一个小悬念，如果有第二部的话，只需要补拍一个马夫的镜头，
高明就可以写活。不过个人还是倾向，如果有第2部的话，高明还是别死。这个剧中还有很多坑没填，比如说六出和永荣王爷和赵炳文到底是什么关系，还有高明到底是谁，藏海要把鬼玺藏在哪儿，等等等等。还是期待有第2部的到来吧。都说这部剧烧脑，从一开始就在找第3个人是谁，面具人是谁，一会儿是这个，一会儿是那个，一会儿说这个，一会儿说那个。为什么烧？因为这部剧其实每一个人都是面具人，不光是赵炳文是面具人，师傅难道不是面具人吗？皇帝不是吗？庄二不是吗？蒯佗虽然是好人，但是他对东夏女王来说不是面具人吗？每个人都在找鬼玺，其实鬼玺就是权力的一个具象化的一个表现，有权力的地方就永远有纷争，只是各自的立场不一样。皇上跟藏海说的什么？说你们不给我鬼玺是怕我或者我的子孙后代拿着鬼玺去祸国殃民，但是你又怎么能保证放在你那儿你的子孙后代不去用它呢？这句话皇上说的非常在理，只是观众们是站在藏海的一个角度去看待问题而已。扯远了啊，想到哪说到哪，有点语无伦次，所以说的不对的地方别喷我，大家可以讨论，不要喷我。